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前少。最近，印度专家研究了歼20总设计师杨伟的著作。研究完之后，他们发现歼20自有一套战法，而且这套战法呢，他们认为有点可怕。最近，印度《欧亚时报》专门报道，中国空军首次在国际联合军演中使用了歼20，此举呢，证明了中国的高度自信。那么这篇文章实际上还反驳了某些印度人对歼20的种种评价，而且是批评性的评价。因为前段时间呢，某些印度人甚至呢还笃定地认为，在中印边境地区，他们的苏30战机发现过歼20，因此呢，证明歼20的隐身性能不强。甚至呢还指责歼20战斗机呢没有作战经验，不是多用途战斗机，不能上舰等等等等。那么这些评述可以说有的是不着调，有的干脆就是胡说八道。比如说，你让一款岸基的战斗机登上航母，可能吗？不经过改进改型是根本不可能的。你苏30战斗机能够上舰吗？也不能。因此，很多评述都是外行人在说话。但是最近，印度的一些专家认真研究了歼20总设计师杨伟的论文，发现歼20的作战方式与印度和美国人的想象不一样。杨伟在这篇论文中呢提到，观察、定向、决策、行动每一个要素的重要性早已经发生了改变。中国人认为隐身战斗机的机动性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，更重要的是态势感知能力。这就意味着歼20在作战时可能不会像 F-35、FA-18EF 以及阵风那样使用。歼20战机在未来的空中战场上将主要依靠它先进的隐身技术、高效的态势感知能力以及射程更远的空对空导弹，在很远的距离内就将其对手猎杀，根本就不会和他们进行格斗。实际上呢，隐身战机在空战中的作用从来就不是格斗，而是猎杀对方的预警机、电子弹飞机等重要的节点目标。那么它是靠什么来远距离发现敌方目标的呢？就要靠它配备的各种各样先进的传感器，比如说有源相对雷达、红外搜索跟踪系统、综合孔径系统。在不开雷达的情况下，它就能够实现360度的探视感知，从而用正确的战术和敌方进行空战以及电子对抗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歼20战斗机呢不具备优异的格斗能力。其实呢，歼20和美国的 F-35战斗机相比，在近距格斗，特别是机动能力方面，应该说占有比较大的优势。再加上它所配备的红外格斗导弹具有离轴发射角比较大、机动过载超过60个 G 这样的优异性能，因此呢，不管是远距拦射还是近距格斗，歼20都有可能占据压倒性的优势。只不过很多的空战场景发生在市区外，敌方还没有发现歼20，可能它已经被歼20所发射的远距空空导弹所命中了。这样的一个打法，印度空军可能不适应，因此呢，觉得比较恐怖。战斗机进入隐身时代之后，空战的模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。随着大量先进的隐身无人机的出现，未来的战场态势还会发生大的变革。如果跟不上时代，那么从国外引进更多的先进武器装备，依然不可能战胜对手。因此，在这个问题上，印度空军恐怕现在需要好好的反思反思了。好，今天介绍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。感兴趣的朋友，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